呆萌可爱的蜻蜓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到了夜袭冷的夏天，一种常见的昆虫蜻蜓开始出现，它们喜欢在阳光下飞舞，也不知道是谁规定的，说当它们成群的在天空中飞行的时候，就代表老天爷要下雨了。昆桑可不信这些，昆桑在抓鱼的时候，经常会抓到这么个玩意儿，黑黑的身子一扭一扭，把它放手上观察一下，有6只脚，2只大眼睛，身上都长了爪，喝不溜秋的就叫它小黑吧。原来它就是水万虫水菜，又叫水蝎子。吃鱼虎是蜻蜓的幼虫，那这玩意儿怎么养呢？先把它放进一个小容器里，这里抓了2只，在隔壁王大爷家借来一些绿萝，放在盒子里，小黑就趴在了上面。这只绿里透黑的就叫它小绿吧，它好像不太喜欢绿色的植物。那么它们吃什么呢？那就得拿出万能的昆虫食物面包虫来试一下了。很多小鱼都喜欢吃面包虫，给小黑拿一根尝尝，把面包虫放在水面上，它在挣扎蠕动，可是小绿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再夹住面包虫，慢慢的靠近小黑。过了一会儿，小黑好像有反应了，好家伙，一下就抢了过去，看起来呆萌可爱，没想到捕猎的能力这么强。再给小绿一只，只要靠近一定距离，它们就会迅速的咬住吃掉。可以看到小绿的身子上有个东西在抓着面包虫，这是啥玩意儿？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，得再拿一只面包虫放在小黑面前。好家伙，这次看清了，原来小黑的下巴上有一个可以自由伸屈的东西，用它迅速的抓住猎物，然后送到嘴边进食。这玩意儿叫虾唇，只有水菜才有的器官，长大了却失去了这种奇葩能力。这有点像外星人，吃东西也非常快，瞬间就把面包虫吃完了。小黑的卡姿兰眼睛这么大，它的视力怎么样呢？把手指放在它面前摇晃，它好像无动于衷，看不到呢。把一只面包虫放在饲养盒前表演杂技，这次它终于看到了。好家伙，小黑开始攻击，这攻击了个寂寞，小黑吃惊的下巴都掉了下来。这是什么外星科技？怎么看得到吃不到呢？2天后，小黑们拉了很多的粑粑，吃的多拉的也多，给他们换上干净的水。1周后，昆桑到野外抓鱼，这一天也算没白忙活，总算抓到了几只小卡拉米。小黑们也饿了，把小鱼给他们扔进去，看看他们能不能抓得到呢。好家伙，小黑们闻到了味，开始兴奋了起来，一下就抓住了1只。再瞄准一会儿后，瞬间就可以抓住小鱼。小鱼一旦被抓住，就不可能挣脱，这可能也是外号叫吃鱼虎的原因。果然很猛。1个月后，昆桑又来到野外抓鱼，这里有个小水坑，下过雨后形成的死水坑，里面有很多的蚊子幼虫孑孓，一会儿就老了很多。昆桑准备把它们喂给小黑们，他们会吃吗？把孑孓放在桌子上，然后把小黑也放外面，他怎么不吃呢？难道离开了水，小黑的捕食能力也消失了？把小黑和蚊子一起放在水里，它马上就开始攻击了。在尝试准确的命中目标后，小黑捕食的速度也加快了。看一下捕食的慢动作，小黑真是太厉害了，吃了几十只孑孓都没有吃饱。那么它能捕捉得到蚊子吗？几天后，昆桑抓来的孑孓有的变成了蚊子，把蚊子用网子和水杯罩在一起，看看小黑能不能抓得到蚊子呢？蚊子不想飞到水面上，那昆桑就帮他一下，蚊子落在了水面上，被小黑一口吃掉了，鸡又味，嘎嘣脆。2个月后，奇怪的事儿发生了，小绿开始不吃东西了，这让昆桑很担心。不管是小鱼还是小虾，他看都不看一眼。昆桑把它转移到了单独的瓶子里。原来小绿蜕皮了，刚刚蜕皮完后，它的颜色更绿了。据说一只水菜要蜕皮10几次。2天后，小绿又开始吃东西了。5天后，小黑的身体有了变化，眼睛变成了白色的，身体内部也开始变绿，这是要变蜻蜓了吗？从这时候起，昆桑就时不时的查看小黑和小绿的情况。昆桑把小黑转移到了单独的杯子里，他慢慢的露出了头来，这是他转变呼吸方式的过程，从水中的用鳃呼吸转变为用气管呼吸。1个小时后，小黑从筷子下面爬了上来，将身体固定在一个地方，开始晃动身体，这样是为了方便身子和壳脱离。它开始羽化了，背部 Y 字形的地方开始出现裂缝，身子慢慢的从裂缝中出来了。然后头和腿也都慢慢的出来了。
在悬挂2到4小时之后，小黑弯起身子抓住壳，让整个身子都从壳里出来。最后一步是伸展翅膀，蜷缩在一起的翅膀慢慢的舒展开来，也开始慢慢的变得透明，身子也拉直了。小黑成功羽化了。小时候在水里生活，长大之后在天空翱翔，他的世界充满了惊喜，好像一架飞机。用手摸一下他的小脑袋，他爬到了鲲上另外一个手上。小黑的肚子是棕色的，而成功羽化后的小绿肚子是蓝色的。他还能记得小时候吃的食物吗？给他一只面包虫，他怎么不吃呢？把面包虫切成小块，他就开始吃了，而且吃葡萄要吐葡萄皮儿，这嘴怎么还退化了？过了一会儿，小黑终于想起了这种食物，和小时候一样，也是一条拉布拉多。小黑已经是一只成熟的蜻蜓了，他得学会自己找东西吃。鲲上把他带到野外，让他飞向了广阔的世界。好了，本期蜻蜓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06个月前，鲲生来到野外玩，这里有一个树林，树林深处发现一个蚂蚁窝。这些蚂蚁头和屁屁是黑色的，中间是红褐色的，就叫它们小黑吧。鲲商决定给它们带来一些食物。蚂蚁窝在一个老树桩的旁边，鲲商带来的是芝麻和草种子，把它们装在试管里，放在蚂蚁窝的旁边。几分钟后，有的小黑爬进了带有芝麻的试管里，可是它们并没有闻到芝麻的香味，而草种子这边根本没有蚂蚁过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一只小黑跑到草种子这边，他抓起了一些种子，把它带走了。不过走到半路就给扔了。1个小时后，没有一只小黑吃掉这2种食物。蚂蚁会囤积食物，这小黑怎么不来吃谷物呢？可能是不喜欢吧。鲲商又拿出了饼干和棉花糖，分别切下1小块，放在老树桩上。小黑们马上对这些甜食产生了兴趣，很多小黑都围了过来。5分钟后，棉花糖上的小黑非常多，而饼干那边的反而很少。加快视频速度，也可以看到大部分蚂蚁喜欢吃棉花糖，饼干那边很少有蚂蚁问津。很显然，棉花糖获胜了。吃完饭前的小甜点，那就得来点主食了。鲲商拿出了1小块猪肉，切下一小部分，再拿出1条鱼，在鱼身上切下1小块鱼肉，然后放在饼干和棉花糖的旁边。小黑们闻到了肉的香味，马上扑了过来。鲲商知道蚂蚁对小虫子很感兴趣，没想到它们居然也这么喜欢猪肉和鱼肉。在森林的蚂蚁应该没吃过鱼肉，它们开始把肉从树桩上搬回自己的巢穴里。对于小黑来说，肉太重了，下树桩的时候连蚁带肉一起滚了下去，这能引吗？自然是能的，不过鲲商觉得得给他们增加点难度，把肉再拿回来。小蚂蚁们又发现了这块大肉，得把肉搬回家。而且鱼肉也在搬回家的路上。一只小松鼠也很好奇，过来围观。鲲商邀请他下来一起吃饭，不过害羞的小松鼠很快跑掉了。鲲商又从裤子里掏出了2个蛋，一个鸡蛋和一个鹌鹑蛋，看看蚂蚁会更喜欢哪一个呢？去掉它们的蛋壳，鸡蛋里比较有营养的是蛋黄，把2个蛋的蛋黄给蚂蚁拿出一些，放到树桩上。过了一会儿，有3只蚂蚁被鹌鹑蛋黄的香味吸引了过来，但是紧接着5分钟后，小黑们都跑到了鸡蛋黄上，而鹌鹑蛋好像没有蚂蚁喜欢。这时候猪肉和鱼肉都已经被小黑们拖回了洞里。由于天气炎热，回家后鲲商打开了一个西瓜，给狗子闻一闻，他有点害羞，好像不吃呢，拿给小浣熊试试。小浣熊也有点磨磨唧唧放不开，把西瓜放在桌子上，小浣熊就放松了警惕，先用西瓜汁洗洗手，干净又卫生，然后用爪子撕碎西瓜肉，开始大口的吃了起来。如果把西瓜拿给小蚂蚁，它们会喜欢吃吗？1天后，鲲商再次来到这个地方，发现食物已经完全不见了。鲲商在裤子里掏出一个西瓜，想看西瓜熟不熟，敲一敲就知道了。空龙扛啷扛啷扛，空龙扛啷扛啷扛，空龙扛啷扛。好听吗？好听就是好瓜。打开看一下，果然熟了，只需要切一个小口的大小，就够他们吃3天了。树桩上长出了一块西瓜，第一个吃瓜群众出现了，他爬到高处吃到了西瓜瓤的部分。奇怪的是，另外一只小黑正在啃西瓜皮。蚂蚁喜欢吃甜的东西，
这只小黑的口味就不同。2天后，西瓜已经被小黑们占领了，他们整整吃了1天，看来是非常喜欢吃的。不过这时候的西瓜应该已经坏了，可是小蚂蚁还是不嫌弃。3天后，西瓜被吃掉了一大部分，还有很多蚂蚁停留在上面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喂过野外的蚂蚁吗？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